长期以来，围绕着于朦胧案有两个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第一，关于他那真诚的微笑。大量的机场路透与公开视频显示，在最后的3年里，尤其是进入2025年之后，他的处境在暗处可谓每况愈下。然而，只要站在镜头前，只要站在央视及地方官媒的舞台上，他依然能露出温润、灿烂、毫无防备的笑容，依然能以一种近乎虔诚的真挚去歌唱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透过高清镜头可见，他的脸上完全没有勉强与伪装，眼中甚至看不到一丝阴霾。在漫长的禁锢和折磨下，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难道仅仅出于成熟演员的专业素养吗？有没有可能是某种信念和希望在支撑着他，让他以为自己的经历具有某种合理性？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自由就在不远的前方。第二，关于他生命终点的反常沉默。随着线索一点点浮出水面，几个月前，我们获得了9月10日早上那个惨烈、最终犯罪现场流出的几段疑似于朦胧本人的语音。那是他在经历坠楼重伤，在冰冷的户外长达数小时无人问津，直到清晨再次被施暴者架回5楼后，生命消逝前留下的最后痕迹。然而，这些语音却让我们更加困惑。为什么在生命即将被夺走的终极死局里，他的话语全都是描述性的？比如，在狗狗被杀后，他哭喊的是“难受死我了，再也不能在一起了”，而没有半句对凶手的指控，甚至没有向外界呼救。有没有可能，他至死都被困在当局精心构建的骗局里？本系列视频，我们就以这两个反常现象为切入点，先拼凑出于朦胧被锁定为清除目标之后的大致经历，再为您深度剖析中共当局如何系统性地运用欺骗、心理操控、连带胁迫等特务手段，且不惜调用国家机器，把一个拥有独立主体性的善良灵魂一步步逼入死局，以及如何通过其身边的同僚与故旧，利用枫桥经验式的平庸之恶，发动群众斗群众，对其实施长达数年的精神、肉体暴力，直至最终的谋杀。本系列的第1集，我们主要讲大致脉络，除了对2022年8月于朦胧转迁深蓝的分析，不涉及过多细节，您可自行判断是否合理。后续，我们将用本集提出的全新视角分析犯罪行为和其背后的逻辑，并拆解更多细节。最晚2018年9月，于朦胧疑似首次遭受暴力后，他出行时身边的随行人员已经同时兼具隔离和监控的功能。他们由经纪人李胜洲、一位摄影师、一位身份不明的人员以及一位化妆师共同组成，偶尔有人代班，人数大致不变。这是由于2018年5月，于朦胧获知乔任梁案真相后仍拒绝绑定，因此被当局视为泄密风险。2020年10月，于朦胧在微博喊话表达恐惧后不久，他极有可能被当局锁定为清除对象。如果您是新观众，
建议先点击屏幕上方链接，查看相关视频中的推理过程，可以快进到23分钟处观看。2020年底至2021年初录制追光期间，因天宇为其安排的工作太过密集，甚至出现撞车，于朦胧不得不两边赶场，极度疲惫。在当局授意下，天宇或其他业内黑手大面积发布通稿，对其抹黑，用排练视频冒充公演，制造于朦胧划水的舆论。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过半的2020年底，中共宣传部门及其外围早已熟练掌握通稿一锤定音加水军占领评论区的宣传双簧，完全具备颠倒黑白的能力。虽然黑稿漏洞百出，但没看节目的人难免轻信。除了粉丝，也有媒体甚至路人看不下去，帮他澄清。但在数字集权的选择性推送和压制之下，当局可以轻松控制哪些内容获得最高点击量，哪些极少被人看见。同一时期，他卸妆后被粉丝拍到脸上有淤伤，这说明其化妆师已能熟练使用妆造来掩盖被施暴的痕迹。也是在这一时期，2021年1月25日，他首次穿大码鞋子出现在公共场合。如果只有一次，或许可以归咎于造型师的失误或赞助商的尺码不合。但视频记录显示，在随后几年里，于朦胧多次穿着严重不合脚的特大号鞋子出现在机场。没有任何专业团队会连续犯下此类低级错误，因此唯一的解释是故意为之。在现代特务政治与集权的心理战中，这类手段属于微观肉体规训与公开羞辱。鞋子不合脚，剥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体平衡感与行走舒适度，让他每走一步都在经历隐秘的折磨。而在公开场合和粉丝的镜头前，因鞋子过大导致的步态局促，更是无声的示众。这说明李胜洲等监控人员在当局要求下，对他的精神折磨逐步升级，并且开始公开化。但视频也显示，即便在这样的精神暴力之下，他仍能保持体面，并与粉丝正常互动。而粉丝对他的喜爱也并未因此减少。2021年3月25日的费加洛风尚盛典活动现场，于朦胧遭遇灭灯。据说在业内这是发给在场媒体的信号，此人不予宣传。这又是一次当众羞辱，且接收到信号的不只是媒体。于朦胧显然意识到了此举背后的意图。他随后拍摄了多张用手电筒打光的照片，似乎在表达，就算你们剥夺了灯光，我也可以做自己的光。穿特大号鞋子和在公开场合遭遇突如其来的灭灯，在组织行为学上具有同质性。他们通过打破受害者的身体平衡感和环境安全感，来侵蚀其心理防线。此类精神暴力对自律且追求完美的受害者伤害极大，但哪怕在当局为其量身定制的长期折磨下，于朦胧依然在镜头前维持了体面和对粉丝的温柔。2021年4月10日，在蒂芙尼发布会上，于朦胧面向镜头时曾短暂表现出眼神回避和警惕，疑似其到达现场前刚刚经历过某种规训。且充当其监控者的摄影师疑似也混在拍摄人群中，但他很快调整好了状态。这类在镜头前一闪而过的微表情，在2020年以后的各类发布会现场曾多次出现，在照片里也常被捕捉到。2021年夏天，随着天娱经纪合同即将到期，于朦胧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续约谈判。考虑到他与深蓝的签约一直拖到了1年后的2022年8月，我们猜测于朦胧与天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拉扯与博弈，直到对方在当局授意下用一个陷阱让他达成了妥协。我们知道，
天娱的霸王合同包含优先续约权，这在业内流出的合同样本里也有所体现。因此，合同到期时，天娱拥有绝对主动权，要求艺人续约。张靓颖这合同到期后还要打官司才能脱身，证明了天娱不会轻易放弃使用该优先权。于朦胧这样人气极高的涉密艺人，天娱放他走的可能性为零。但在经历了多年的打压、贬低和胁迫，尤其是后3年的监控与暴力之后，于朦胧不可能想留在天娱，甚至在最后3年里，由于无法支付天价违约金，静待合同到期，或许成了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们再来看天娱样本合同里的优先续约条款。本合同期限届满后，在同等签约条件下，甲方拥有与乙方的优先签约权。这意味着，不管于朦胧想跟天娱之外的哪家经纪公司签约，只要天娱提出和对方一模一样的条件，于朦胧就必须与天娱签约，除非他彻底退出娱乐圈。而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于朦胧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确定他是否曾咨询过律师，以及彼时他是否还有这种自由，但他很可能在天娱利用霸王条款胁迫后提出了退圈。毕竟，在看似光鲜的外表下，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从25岁就受你们威胁。出道8年，除了拍戏时多次受伤，资源被拦截，剧本被魔改，责骂和胁迫更是常态。从2018年起，更升级到物理监控和肢体暴力。进入2021年，又加上了公开羞辱。只因他坚守最后的底线，不肯出卖灵魂。在交出了外形管理、公开场合的表达自由，甚至大部分人身自由之后，当局连他最后一点自主性也要剥夺，这根本不是人过的生活。但在当局看来，他提出退圈不是不得已的退让，而是试图脱离控制。一个掌握血腥内幕、拥有巨大粉丝粘性的艺人，一旦脱离了天娱的日常监控，就变成了危险的不定时炸弹。他宁可退圈，也不续约，再次证明了他不图名利，无法深度绑定。这也让他在当局眼中变得更加危险。如果不能把他留在天娱，通过长期人身隔离严密控制，并极有可能同样逐步走到清除。如果放他自由，那么他的自主性、知名度，以及哪怕退圈也无法剥离的粉丝粘性，都让他的风险指数级放大。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允许他退圈。如果说2020年他在微博公开喊话后，当局仍有1%的概率计划对他施加其他严重惩罚，而非清除，那么他宁可退圈也不续约的决定，足以让他们下定清除的决心。于朦胧2021年主演的网剧《温德瑞拉日记》6月15日开机，8月24日杀青。从他的出道周年纪念日在7月判断，此时他与天娱的8年合同很可能已经结束。该剧直到2023年初才宣发，这说明天娱的第一考量极可能是续约，并且自认为很有把握。于朦胧宁可退圈也不续约，应是天娱意料之外的。而对来自当局眼中风险艺人的退圈要求，天娱高层显然没有最终决定权。天娱采取了缓兵之计，用诸如需要走流程或请示上级的借口稳住他，立刻将情况上报，等待当局决策。同时，他们以合约期内签署但仍未完成的衍生合同为由，如商业代言等，继续控制他的日程。例如，10月15日，
他出现在上海菲拉格慕概念店的品牌活动现场，而日程中首次出现该品牌的内容为2021年4月30日的广告拍摄，二者应处于同一代言合同期内。于朦胧9月25日分享的一组照片，极有可能就来自4月30日拍摄的广告素材。那场决定于朦胧未来的谈话，很可能发生在2021年底。在此期间，天娱为其安排的工作仍在继续，例如为配合冬奥宣传，在牡丹江录制《冠军对冠军》。11月26日，大鹏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于朦胧的微博中。我们仍不确定大鹏的具体离职时间，欢迎大家提供更多线索。根据粉丝记录，2022跨年时，于朦胧的心情极度低落。我们推测，他可能在2021年底前等来了天娱所谓的退圈方案，实为当局的爪牙们精心谋划的，已得到批准的清除方案。这些娱乐圈的集权代理人，通过渗透圈内与其熟识的同僚和故旧，掌握其性格特质。同时，根据天娱提供的艺人画像，为其量身定制了物理控制、精神欺骗、流量消耗与最终清除的计划。以下内容为虚构的情景还原，仅供参考。2021年底某天，一位体制内天娱高层，大概率是兼任天娱党委书记的芒果超媒高层，带着一副为你好的姿态，和于朦胧进行了以下谈话：你不想续约，我们也不勉强，但是3年解密期是最低限度。你知道的，涉密事件太多，我们也做不了主。这是跟上级部门争取来的最佳方案。在这段时间，你的经纪约可以转到天津深蓝，他们暂时没有艺人经纪的资质，正在申请。在此之前，天娱继续负责你的经纪事务，盛州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深蓝的资质批下来。如果李盛州也在场，此时可能会请他出去与朦胧单独谈话。朦胧啊，我知道你和李盛州相处的不太愉快，对新的经纪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咱们尽量满足。这时的朦胧很可能已长期遭受李盛州的暴力，这位高层对此一清二楚，甚至可能就是幕后主使。不确定他的表演能否骗过于朦胧，但如果对方假惺惺的让他提要求，他很可能会提出换一位女性经纪人，因为女性不太可能使用暴力，而这或许早在爪牙们意料之中。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物色一位与当局深度绑定、擅长恶语相向且深谙操控之术的资深女性经纪人。此处有必要说明一下，深蓝的经纪资质是我们想到的拖延签约的最好理由，前提是解密期3年在某些行业客观存在，因此不易引起怀疑。如果您对中国的合同规范有更多了解，或认为天娱或有更好的拖延借口，欢迎补充。言归正传，换掉大鹏的决定很可能也在此时告知了于朦胧。2021年11月26日，大鹏最后一次出现在于朦胧微博的文字里，发博地点疑似是牡丹江。这说明，至少在冠军对冠军的前半段录制期间，大鹏仍在于朦胧身边。3年解密期显然出乎于朦胧的预料，天娱高层还会要求于朦胧对当天谈话内容绝对保密，并告知解密期完成后获得自由的前提是对敏感事件的绝对保密，以及未来3年的绝对配合。为了让这场戏显得更加可信，他可能会进一步提出退圈后的一系列条件，例如服从安排，可能要隐姓埋名等，甚至引用圈内此前发生过的类似案例，以增加说服力。
他可能还会出示解密期经济合同的样本给于朦胧，但不会允许拍照或带出会议室，因为爪牙们很可能还在继续设计条款，编织更多圈套，例如以保密之名限制他的自由，以退圈之名合理化曝光度的大幅下降，以及阻止他和粉丝的联络与互动，美其名曰为退圈做准备，甚至谎称退圈前会评估其剩下的知名度，若不够低，则要求其隐姓埋名等，这给了他疏远粉丝的动机。这些内容很可能全部堂而皇之地写入合同，只等深蓝那个莫须有的艺人经纪资质获批后正式签署。而这份合同的内容也必须保密。若有人问起为何转签深蓝，他们也准备了标准答案，这是于朦胧自己的选择。他们会坚持说这是事实，因为你要退圈，我们才做了相应安排。我们知道，于朦胧去世后一段时间内，他的手机、电脑和个人住处都被控制，家人也无法进入。这说明当局第一时间销毁了所有可证明其被骗的证据。随着物证的销毁，他自始至终守口如瓶的深蓝经济合同和保密协议也彻底死无对证了。天娱高层这套说辞，对已经极度疲惫、渴望逃离牢笼的于朦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这可以完美解释他在跨年时心情极差的状态。他可能以为退圈已是极大的让步，甚至已经和妈妈沟通过，满心期盼着能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却没想到还要苦熬3年。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深蓝经济资质的审批只是托词，当局早已把合同的起点定在了2022年8月，目的是在2025年9月上旬的月全食之夜开启他的死局。为何合同到期日选在8月而非9月？下文将有更多解读。这种将政治清除与天象强行绑定的做法，并非中共的发明。历史上，利用天文的象征意义进行叙事铺垫，并不罕见。从古代统治者借助天象巩固合法性，到现代政治宣传利用符号、仪式进行集体心理操控，目的大同小异。利用牵强附会的仪式感影响人的认知与情绪，让执行者获得天命的心理暗示，让知情者产生恐惧，让公众在真假混杂的信息中迷失方向，从而进一步遮蔽事件背后的权力轨迹。月全食并非无法预测的神秘现象，现代天文学早已能够精确计算未来数百年的月食时间。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历时2天的暴行与谋杀为何在月食之夜开启，而是这一日期被刻意选中的目的，以及为何由此设计。也正是因为此案用力过猛的玄学包装和种种异常，从案发前的认知操控，到清朗期间官方密集的符号释放，从案发时朝阳公安的漏洞百出，到事后只在风口的警方通报和嫌犯的高调辟谣，这种国家机器配合下的遮掩，让我们无法忽视其背后的政权力量。在锁定了凶手，但短时间内无法理解其动机的前提下，我们开始了在已经覆灭的集权政权历史档案里寻找答案的解密之旅。于朦胧有没有可能意识到，他的对立面是习近平独裁政权，而独裁者的安全观早已决定了他的生死？我们认为，任何人处在他当时的位置，都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换了你我也不例外。由于他深知那些秘密的分量，加上对面这位资深党棍的高超演技，
职务赋予此人的权威性，看似合理且不容辩驳的说辞，以及在资讯与权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不幸身处的信息茧房。这一切都使他只能相信，服从安排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会情绪低落，但不会绝望，因为对获得自由仍抱有希望，他才会承受那些无法承受之重，并且守口如瓶。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解释他为何在最后3年里，即便曝光度大幅下降，即便受到暴力对待和24小时监控，依然能够高度配合，在镜头前保持微笑，在工作时保持专业。因为他很可能依然相信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也从未怀疑天娱高层和颜悦色向他灌输的谎言。只要完成3年解密期，就能重获自由。根据中共一贯的统治逻辑，合同与规训条文里很可能会留有极大的模糊空间，以便监控者随时对其挑剔和指责，并以此为由进一步剥夺其自由、财产，甚至施暴。正如中共立法时常常语焉不详，目的就是为当局按需执法留出随意裁量的空间。他可能偶尔会产生怀疑，但不太可能会怀疑到政治层面。谁又会想到，高高在上的政权会公然制造一个如此下作的骗局呢？因此，我从小到大都守着规矩，是他在仍不泄密前提下发出的最严厉的控诉。我履行了所有的契约，而你们却背信弃义。除了指定何小金为经纪人，让杜强担任助理，很可能也是资深党棍事先装模作样征得他同意的结果。当然，这只是猜测，不排除2人或其一是爪牙的安排，但无论哪种情况，当局都会选用听话的集权工具人。从杜强2023年才出现，判断对这个核心监控者的选定与洗脑花了不少时间，而周品极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无法确知何小金与杜强跟当局达成了怎样的交易，但他们对于朦胧的极致防范却暴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虽然当局的爪牙早已恐吓过于朦胧，一旦泄密，对方也会受到连累。而在见识了乔任梁和吕家荣的惨烈结局后，于朦胧对此深信不疑。他的极致善良决定了他不会将无辜者拉入自己身处的凶险境地。但心里阴暗的党棍和爪牙却不相信善良。他们以己夺人，加上做贼心虚，不仅要提防他泄密，更时刻提防他看透这场骗局。由于恐惧在执行链中逐级放大，到了末端就成为杜强对朦胧的贴身监控和疑似频繁发生的暴力。他们之所以害怕，不仅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更是因为他们清楚，凭他的智慧，假以时日，他极有可能拼凑出更多的真相。因此，频繁的肢体暴力必然伴随着无休止的语言和精神暴力。施害者的目的就是强行挤兑他的心理带宽，让他长期陷入自保与防御的应激状态，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耗尽心智。唯有让他无暇思考，才能确保他无法看懂集权黑箱里的更多秘密。而这些末端的暴行，是当局对信息泄露和受害者觉醒的过度防范。这种做贼心虚的表现，与他们最终将他彻底抹除的冷酷逻辑，
在心理学层面是高度同构的。只有在准备退圈的前提下，于朦胧主动注销其名下的2家公司才显得合理。在去年12月的第1期长视频中，我们曾以此现象为异常，认为他是被迫注销了公司。因为不管是否与深蓝续约，只要不退圈，艺人都没有理由注销其名下的全部公司。当然，彼时由于线索有限，我们的拼图还差得很远。而今天，随着更多线索浮出水面，我们认为，只有在被保密协议封口的前提下，这个退圈计划才不能对外公开。用保密协议制造信息黑箱，诱导受害者亲手清理自己的商业痕迹，并在案发后将注销公司歪曲为其自行隐退的标志，从而进行舆论操弄，伪造自杀假象。这是教科书级别的中共特务手段。他们不仅要在肉体上抹除他，更在数年前就用环环相扣的骗局为他写好了谢幕的剧本。2024年11月22日，上海启蒙被注销。彼时，于朦胧刚刚完成话剧《寄生虫》的全国巡演。2025年过年期间，他回到了新疆，还去了北疆旅游。2025年6月15日，他被拍到和杜强一起出现在孙燕姿演唱会现场，眼角似乎有被打的痕迹。但当天他发的微博却显得心情不错，或许是因为3年快熬到头了。7月9日，他完成了名下另一家公司东阳先盟的注销。7月10日，他在安徽录制央视节目《山水间的家》时，展现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轻松与活泼，甚至在阳光下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奔跑。7月11日，他穿着紫色的 T 恤拍了一组照片发在微博。照片里，他同样显得无忧无虑。他天真的以为他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赎身手续，再过1个多月，他就要自由了。8月2日，宋伊人疑似在苑子文和苑子豪的生日聚会上拍摄了一组 iPhone 实况照片，但直到8月10日人在浙江时才发布。照片背景音中出现了疑似殴打、砸东西的声音，甚至出现“他现在就在反抗”的女声。他现在就在反抗。综合已知线索，被施暴者是于朦胧的概率极高。8月9日，于朦胧出现在机场时，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8月13日，他从上海飞北京，登机前被拍到落泪。抵达北京后，他看似恢复了平静，但神情依然低落。接机粉丝提到，好久没有在微博看到福利和火腿了，问他能否多发狗狗的动态。好久没看见他们两个，你拍一拍他们。我问问啊，你要问谁？人是谁？他回答：“我问问啊。”这让粉丝有些错愕，因为粉丝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他的个人微博。这句带有不满却依然克制的回应，透露出他已失去公开表达的自由。我们此前推断，很可能自2020年10月，他在微博喊话表达恐惧后，他的账号就受到了严格的监控。为何到了2025年才隐晦地表达不满？合理的解释是，他原本相信只要完成履约就能恢复自由，但随着合同即将或已经到期，他发现对方疑似无意兑现承诺。原本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希望开始被疑虑、恐惧以及暴力升级带来的不解和愤怒所替代。我们推测，7月中旬回到北京后，于朦胧可能就已开始频繁遭遇无痕暴力。
网上流出的种种虐待图片和视频，包括在密室逃脱中被拖拽、被赵萧彤等人灌酒、宝格丽的哭声、焦麦琪墨镜里的倒影、楼梯间的追逃，可能都发生在这个阶段。8月3日，高泰宇在抖音发了一条题为“后备箱转场”的视频，并配文：“放过你，晚了”，疑似影射于朦胧。而9月9日，于朦胧就是在后备箱中被转场至阳光上东的。8月13日，他在登机前流泪，很可能是因为精准掌握其日程的施害团伙刚刚向他宣判了下一轮施暴的计划，甚至不能排除每次施暴前，施害团伙都会进行所谓的宣判，以摧毁他的意志。很多人可能会不解，杀人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么多痛苦？为什么不能痛快一点？人们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出于人性的共情，而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这类特务手段完全背离人性，彻底将人工具化，而只有这样，才能为当局要求的绝对安全提供最优解。我们总结了以下3个原因：第一，对受害者一以贯之的欺骗。从25岁出道起，于朦胧就置身于2套南辕北辙的叙事之下。天娱高层唱红脸，讲正能量与合规，而没有官方职务的资本大佬或业内资深人士，如龚宇、刘涛、方丽、程青松等，则唱白脸，以个人名义施压，为当局充当潜规则的白手套，试图将其绑定。这种唱红脸与唱白脸的分工，让天娱高层得以切割责任，维持权威，并最终在2021年底用虚假的3年解密期骗过了他。而2025年8月合同到期后，高层隐身不见，轮到那些唱白脸的圈内人，几个红3代、官2代，与当局深度绑定的爪牙，还有范世琦、周品、杜强等老友，对他展开无休止的摧残。这种看似大费周章的设计，其实从头到尾都遵循着中共特务政治的同一套逻辑，用欺骗增加隐蔽性，把受害者牢牢困在对当局的虚幻的希望里，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他看透真相，因绝望而拼死一搏。第二，施害者的犯罪合理化与病态控制。通过将一场长期的控制、暴力与谋杀包装成保密规训、心理战与风险处置，当局让底层的爪牙们在心理上完成了自我催眠，将犯罪包装成执行上级的保密任务。当爪牙将犯罪合理化之后，他们就具备了自我驱动的能力，因为此时对受害者的成功欺骗与控制，不仅是必须完成的硬性指标，更成了他们病态成就感与权力快感的来源。在这种工具化逻辑的驱使下，他们还会利用受害者的善良，用“这是为你好，我也是打工人，你别让我为难”之类的话术，榨取受害者的同理心，诱骗其放弃反抗，绝对配合。极权黑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挖掘并放大恶，让施害者将其恶行视为权力的体现，同时在病态成就感的驱使下，把受害者的善良与共情变成他自己的牢笼。第三，中共特务治国的历史一贯性与路径依赖。从延安整风时期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到文革时期罗织罪名、摧毁人格的专案组，从美其名曰矛盾不上交，
实则鼓励群众互相举报与自相残杀的枫桥经验，再到如今对社会精英、企业家乃至艺人的隐秘管控。中共对特务手段和群众暴力的娴熟利用，是其100年来从未改变的统治模式。为了防止中国人看清这套把戏，中共封禁了相关历史著作，教科书里充斥着虚假的伪光正，遮蔽了其血腥历史以及在国军抗击侵略者时借机扩张的丑态。我们曾多次推荐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看懂了这部书，您对中国今天的很多怪象就会有自己的答案。多数人之所以对这些特务手段知之甚少，正是因为中共暗箱手段的娴熟、信息封锁的严密，以及对知情者的绝对封口或彻底抹除。而执行抹除时，集权特务采用的是彻底的黑箱化手段，因此它不可能只是肉体消灭，还必然伴随着漫长的心理操控与终极欺诈。除了麻痹受害者，更要防止他在绝境中看透更多的黑幕。唯有利用密不透风的谎言与熟人网络的威逼利诱，破坏他对危险的感知，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他拼死反抗与泄密的可能性，确保这套黑箱体制的绝对安全。人们眼中的大费周章，其实不过是中共在制度基因和路径依赖的驱使下，本能地使用了最安全也最顺手的工具。2025年8月中旬或下旬，很可能是与朦胧与深蓝合同关系结束的时间。合同结束于8月，而非9月，极有可能是为了给月全食之夜开启的谋杀留出一段暴力脱敏期。从8月13日起，当所有的工作已全部完成，不再需要维持其公众形象后，施害者的手段便从欺骗与控制为主，暴力为辅，转向了以高频、高强度的暴力为主，欺骗为辅。施害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在漫长的痛苦中逐渐陷入习得性无助，形成致命的错觉，只要继续忍耐，只要再熬过这一次，就能换来自由。也只有这样，施害者最终才能制造出一个挣扎痕迹最小化的死亡现场。如果受害者一直被灌输只要配合就放过你，且曾经多次得到验证，那么到了生死关头，他就更可能失去对致命危险的警惕，依然习惯性地按照过往的经验去忍受。这种用暴力和虚假希望让受害者放弃抵抗的手段，在集权政权的特务黑箱中并不罕见。更多分析，我们将在后续视频中展开。此外，多个施害者来自熟人网络，不仅可以在心理上麻痹受害者，让他很难相信对方会下毒手，更是为了给朝阳公安的不作为提供完美借口。在一个致力于将社会分化为孤立原子的集权国家，警察不作为并不罕见。因此，若有人报警，警方用朋友间打闹推诿，看似顺理成章，但警察留守现场，并主动阻止人们接近18号楼这一施暴地点，却在治安事件里闻所未闻。
除非在死局发生前，朝阳公安就接到了上级的密令，不仅不得干预这场处置过程，更要确保其不受外界干扰。最终，正是国家机器的冷酷协同，切断了小区居民的施救。在当局眼里，整个小区被惊动，无疑是公安系统作为协同部门的严重失职。而深夜派警力驻守18号楼，阻止居民接近的补救措施，不仅没能掩盖真相，反而露出了更多国家机器在场的马脚。这种前期协同失效，后期欲盖弥彰，显然有悖于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观，因此极有可能引发了黑箱内部的海啸。为了紧急止损，切断追溯路径，当局很可能在事后进行了内部追责，让北京公安系统的某个负责人为此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他不仅是协同谋杀的罪魁之一，最终也沦为了这台集权机器为了自保而毫不犹豫吞噬掉的替罪羊。在转运到阳光上东过程中，那句被路人录下的，至少重复了2遍的“他不会死的”，则暴露了这场终极骗局的另一个细节。他不会死的，这句话是说给路人听的，更是说给于朦胧听的。施害者试图让他相信，这依然只是一次和往常一样的暴力规训，只要挺过去，就还有希望。这场密不透风的骗局，才是集权特务手段最令人发指的地方。他不仅用绝对的权力不对等摧残肉体，更用精心编织的信息不对等剥夺了受害者对危险的感知，让他至死都被困在虚假的希望里。如果施暴过程中未出现某种失控，导致窗外倒挂时的怒吼，以及随后的更多失控和疑似比原计划提前的死亡，于朦胧很可能会无声无息地消失，而施暴者也更可能成功制造一个没有明显破绽的现场，以及看似更合理的死亡理由，比如突发疾病或药物过量导致的意外坠楼。正是这些失控暴露出的异常，让我们有机会拼凑线索，看清层层迷雾下的集权特务逻辑。至此，本集已经回答了开篇的2个谜题：为什么于朦胧始终能在镜头前保持真诚的微笑，以及他为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向外界呼救，也没有再次指控施害者。为了让本集不至于太过理论化，关于集权特务手段的更多分析，以及这套心理控制术的解构，我们将在后续的视频中呈现。我们还将深度拆解为何于朦胧倒挂窗外时发出的指控，在他被带回楼上后没有再次出现。几天前我们在贴文中提到，本集的缘起是一位观众的留言。抱歉的是，由于一集无法涵盖全部内容，留言要到下集才能揭晓了。不过，本集的分析框架起点就是该留言带来的突破口。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猜猜这个起点在哪里。本集的解读或许会打破许多人加在于朦胧身上的慷慨赴死光环，甚至评论区可能出现带有情感落差的讨伐。但我们必须坚守对证据和逻辑的尊重，拒绝将受害者神格化，将受害者塑造成完美无瑕、早已看穿一切并选择殉道的英雄，不过是人们在无法接受现实的残忍时用来逃避的精神自卫。任何一厢情愿的美化，
都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与二次消费。在这起由集权机器主导的犯罪中，我们看到了施害者的阴险算计、血腥暴力，看到了受害者的求生本能与绝望，更看到了独裁者的极端残忍，可以一己之私为天下公的无耻嘴脸。我们唯独没有看见于朦胧选择了死亡。在权力和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死局里，要求受害者完美，无异于自欺欺人。唯有尊重证据链，直面冰冷的现实，我们才能真正看懂集权政权剥夺人性、摧毁美好生命的全过程，才能撕掉凶手身上的假面，将这些隐匿在黑暗中的罪犯推上道德与历史的审判台。欢迎针对视频内容提出问题，留下理性的评论。如果您认可我们的分析，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人，让关心朦胧的朋友一起加入线索的拼图，帮助我们解构此案背后的集权之恶。我们相信，曝光中共当局的特务手段，不仅能有效遏制其反人类的罪行，更是戳破这个集权政权合法性假象的利刃。我们愿尽微薄之力，让这个黑暗政权的崩塌早日到来。